你这么跟爸说话，爸太难过了。你看爸像装出来的吗？爸现在是真可怜呐。我这从小到大呀，就没看见您这副模样，所以我这心里就真是没底了。你要觉得拿我还是你爸，刘青，你拿我当你亲爸，你们就得想办法拉我一把呀。我们拉您一把啊！我这怎么越听越听不明白呀？爸，只要您不让我们回老乐团去住，别的事儿都好商量。对，我们现在确实也比较忙，也比较困难。这关于钱的问题呢，你别跟我提钱，我最讨厌这个词了。不会吧？从我懂事开始，我就把您跟这个人民币就分不清楚。不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你说我辛辛苦苦在乐团干了一辈子，他们就像甩大鼻涕一样把我就给甩出来了。现在爸需要什么？难道你俩真不知道吗？知道，还是钱的问题。杨子，爸，你有话就直说吧。他自从说让我下岗以后，爸一下子就想明白了，我要把这一辈子失去的东西呀，都补回来。那得多大的物件啊！别臭屁。爸，您说说看，都有什么2样：良心、感情。您确实差这2样。图样？我还以为你是不是以为我要在你这里套钱呢？你眼睛里除了钱，你还有什么？难道一点亲情都没有了吗？这恐怕是遗传。我就想一家人咱们在一起，我就这点要求，难道还有什么错吗？爸，刚才我都说过了，您只要不提让我们俩去老乐团，凡事好商量。就是不在一起住，是不是一家人也得经常在一起坐一坐呀？啊，一家人老是不在一起接触，那不慢慢不就陌生了吗？那不就变成陌路人了吗？爸，您说的确实没错，但是我们现在确实很忙，上班忙，下了班更忙，没这时间。那咱们一起上下班不就有时间了吗？一起上下班啊？您知道我们现在在哪儿上班吗？有德居啊。那有德居让您去，您能去吗？爸这些年一直在乐团当办公室主任，认识那么多人。如果我把这些关系都利用起来，我在有德居干一个楼面经理，根据爸的经验和年龄，那不是绰绰有余吗？成了吧，别说了啊，这有德居哈，您真是不能去啊。那过去的恩恩怨怨，您能忘得了吗？是，以前那些年吧，我跟你妈呀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就像中了邪似的。哎呀，给人家油淋的孩子制造了那么多困难啊！这不挺明白的吗？如果我是你啊，人家请我去，拉着我去，我都不能去。人不怕犯错啊，犯了错你得知道改呀。爸现在是良心发现，我想将功补过，我想帮着他多赚点钱，不就是为了这个吗？如果你们2个人还拿我当父亲，这个事情爸就算求你俩了，帮我去说说，帮我说说。涂建立要去饭馆打工，你们信吗？反正我不信。哎呀，我也不信，可他是第一次跟我们开口，那我怕他万一是真的有困难呢？那要不帮他，那不把杨子给得罪狠了？涂建立能够吃苦耐劳去打工，这都不符合这个人的逻辑。哎，依我看呢，你们宁愿做不孝子，也别帮这个倒忙，啊！绝对不行了啊！你想想，你爸爸是那种踏踏实实给人打工的人吗？但我觉得他确实找工作不容易。拉倒吧，就他那圆滑世故，找个工作不难，犯不着上那饭馆猫腰去啊。那您什么意思啊？捣乱呗，使坏还不耽误挣钱。赶紧的打个马虎眼就过去啊！这介绍人不能当，免得将来麻烦。说了吗？没说。啊，你怎么说？人家现在不缺人。你没说，你怎么知道不缺人呢？我是不好意思说，人家收了我跟青2个人，你再来一个，那合着这饭店为咱们家开的。我跟你不一样啊，
我社会关系广啊，我人脉广啊，我来了以后能给他们做贡献、谋福利呀。行了，爸，您这话谁信呀？行，我说了也不算数。其实我也不单单是为了我自己想，我也是在为你讲。将来有一天我老了，我干不动了，我攒2个钱，不是为了给你减轻负担吗？哎，不用爸，真不用，您就照顾好您自己就成了啊。我跟秋儿没问题。那这人也得未雨绸缪啊，什么事情？行了，爸，别说了，您这话茬子一打开，3天3夜说不完，我得赶紧忙去了。行了，就这样了。你心里有没有数啊你？您是我们这个胡同里头最有学问的人。哎呦，您一直是德高望重啊。哎呦，您一贯做人正派。哎呦，不敢。您一出来，那是万人空巷。哎呦，不，您上班不早吗？对，我是出来的早，回去的也晚。对，由于我和范云同志丧子心痛，理解。给您和您的家人真是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和伤害。在这里，我真诚地向您及全家。哎呦，老头，这使不得，哎，这真使不得。那我就把这个道歉先给您攒着。坐，你坐。哎呀，过去咱们2家闹矛盾，我觉着咱们彼此都有责任，特别是尤玲，说到底呀，都是我这做父亲的教子无方。其实啊，该道歉的应该是我呀。哎，院长，您使不得，院长，这使不得，院长。好，哎呦，这硌着您了吧？哎呦，慢，没事，坐。来，哎呦，我太激动了。尤校长啊，其实一个人如果要是真诚的话，就不应该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道歉，应该用实际行动来道歉。那您的意思是？尤校长，这些年我不是在给歌舞团当这个演出经纪人吗？认识了不少人在社会上，也在这个城市呢，编了一张不大不小的网。你想啊，如果我把我这些人脉和资源都用在咱们这个有德居的食客上，你说那每天的营业额是不得翻番的往上涨啊？是啊。今天我恳请您，回去跟这个尤玲好好的说一说，把我呢详细的介绍给他。他要是高看我的话，能不能让我当一个楼面经理呢？没问题。老涂啊，我怕我做不了他们娘俩的主。尤校长啊，左右邻居都知道，您在家里头是一言九鼎。哎呦，没有，而且知识分子那些臭毛病在您身上没有。哎呦，不是，我不是说惧内怕老婆，但是有时候他们娘俩合起来呀，我这是2比1，有时说不过他们。不过这事儿，我跟尤玲说一说。拜托了，您放心吧。谁？涂建立来当楼面经理？咱们这生意搞得这么好，是应该请个楼面经理啊。你以为咱的饭馆是镇中恒啊？谁都来可以蒯勺的呀？去！人家都洗心革面了。再说人家到咱们这儿来，不是为了混碗饭吃，人家是为了把咱们的生意搞得更好。尤国臣，怎么着？你被那个混蛋洗脑了吧？而他们文艺界的人也太会装了，整天裹着个长大衣，戴着个小花帽，去，他妈熊样啊，还洗心革面呢。你说你不长脑子，长点记性行不行？宴快酱豆腐还得2月呢，2天功夫，坏人变成了好人，可能吗？你回去告诉他，让他死了这份心。我都答应他，你这不是让我做辣吗？你答应有个屁用啊！我答应了才行。还你答应也没用，这事儿我看我问玲子。你安安心心的当好你的校长，那饭馆的事儿甭说，甭管，甭插手，不就这一套吗？去，这是费劲巴扯。
图啊，真是抱歉，心灵他不同意。理解，要不我跟心灵去谈一谈？哎呦，别，闹不好适得其反。老头啊，你别着急，我找个机会再跟他们娘俩渗透。好啊，谢谢。那我先忙去了，别着急。好，再见啊，辛苦。叔叔，谁姐？小健呀！哎呦，小健，真是你！我刚才都没认出你来，我还以为是电视剧《上海滩》的许文强从电视里下来了。像吗？太像了，你这还行啊！真的，当，哎呀，突出，你好，在这儿干嘛呢？哎呀，叔不怕你笑话呀！我让你爸给开除了，叔就光荣的下岗了。挺好的，图叔。我要不下岗，我现在还得挂那小票兜呢，也成不了这许文强啊。发了，挣了点小钱，打算回来报效一下咱们老家，开一个集团公司吧先。你不是被我爸开了吗？正好，我接着，过2天挂牌，挂完牌来我这儿上班，好吧？小姐，叔从小就觉得你是一个干大事的料，叔没看错呀，叔也看明白了，只要给你个杠杆，你就能撬动地球，啊！你是。哎呀，有出息！咱不是说别的吧，就说你穿这一身行头，在中南海上班的人都未必能穿成你这样。行了，图叔，你这不穿的也不错吗？这祖上留下来的旧货。挺好我爸爸在那时候在天津穿的。挺好。那什么，那个馆怎么样？还是玲子开着呢？啊，开着呢。啊，生意还不错。人怎么样？人那就看怎么说呗。那咱就上车，你跟我好好说说，把知道都告诉我，好吧？好。你坐前面啊，你坐前面，我坐前面。不是，师傅，你看这啥车啊？我真没坐过。我跟你说，这车你。好了，真够漂亮的。看看，这个上了漆，挂上帘子就成了。关键是这边，你看，这边还能摘下来，睡觉的时候把它靠近你的床，又能方便照顾孩子。脑袋还挺多的啊。就是爱瞎琢磨。谢谢啊，杨子。哎呦，哟，做的不错嘛，杨子。什么时候给咱家也做一个呀？等你怀上再说吧啊，怀上都来得及。林子，那谁回来了？
就座位在我对面。怎么样？还好吗？找我什么事儿？哈哈，这么好几年没见了，来看看你不行吗？今天破例，从今以后，不管你是发达还是落魄，都不准踏进这一步。我要遵守我的诺言。诺言？什么诺言？这孩子是我跟马小健相爱的见证，也是我的骨肉。如果在孩子出生之前，他还能够回来找我，那这眼前的一切都还是他的。如果在孩子出生之后，他还没有回来找我，那说明他是一个丧尽天良的人，他不配做孩子的父亲，注定他这辈子是我的敌人。这就是我当时的决定，但是为了孩子，我还是希望你回来。我一直给你保留着这个机会。宝贝儿，今天是几天啊？再给那混蛋爸呀留最后10天好吗？我早就恨透那个没良心的爸，但是为了你，他要是能够回来，以前的恩恩怨怨一风吹。直到最困难的时候，我还在坚持，甚至不惜冒着2条生命的危险等着你。我想再考个10天8天的，也许马小健那混蛋还能回来。不能再等等吗？不会有事的，坚持。别说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知道我是个混蛋，可我当时我真不知道这过去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我可以为你和孩子忏悔，我可以弥补我当年的过失。不需要。弥补的最好办法就是离我们远点，懂吗？能不能看在当年的份上？没有当年哪有今天？我希望你尊重一个能侥幸活下来的人的诺言。他为你死过1次，不可能再死第2次。英子，那我还有一个请求，我要看看孩子。你不配。走吧，饭点到了，这房间需要。刚吃了闭门羹吧？瞧那脸耷拉的，给谁看？给你看呐，给谁看？当年都是你死活不让我认那个孩子，现在行了吧？我想见孩子一面都难。你怎么赖我头上了？当然得赖你了呀！要不是我强拉硬拽，哎，今天你就是跑堂的。
哪有这番风光啊？我看你啊是对那狐狸精还不死心吧？什么狐狸精狐狸精的，人家都是狐狸精，我是什么？你冲我发什么邪火呀？啊？吵什么吵啊？事到如今，该担的就得担。马小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那孩子真的是我的，我得认。马小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跟那狐狸精重归于好啊？对，没错，我就要跟他重归于好，我就要认这孩子，怎么着吧？我看你是疯了！闭嘴，你才疯了呢！马小健，好儿子，你长出息了。当爹的我刮目相看，你要是真能跟尤玲和好，那了却我一桩心事。马亮亮，你想气死我呀？这件事儿我弄明白了，在咱们家那就是路线斗争，得斗个你死我活的。现在少数服从多数，举手表决，2比1。你就是一二货！行，你们父子俩就折腾吧，啊，折腾吧，好好的啊！哼！你说我这么做对吗？对，那你可以支持我。支持你。你支持我有什么用啊？玲子不会回头了。做工作呀。怎么做呀？事在人为，咱们从周边开始做起。哎，老马，你这是？这酒看着眼熟吧？这不是我送你那2瓶酒吗？传家宝。你一直没舍得喝呀？您的传家宝，我怎么好自己享用呢？老马，今天你拿这2瓶酒来，是不是想跟我说点事儿啊？我马亮亮这么多年脾气一直没改，有话就直说。马小健回来了，我早就听说了。事情过去这么多年翻篇了，咱别提这事儿。哎，有些事儿他翻不过去。马小健这次回来，他是一肚子的悔恨呐。我见玲子，她恨我。他不恨你，他就有毛病。我承认，是我抛弃了玲子，抛弃了孩子。可我现在不回来了吗？他总不能不让我见孩子一面。为什么见孩子？我不就是为了让他给我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吗？他不能无视我的存在呀。再说了，这以后我在咱前进巷子，我还怎么混呢？我还不得让唾沫星子压死我？这就是你的心里话，说来说去，还是为了你自己。行了啊！该说我还得说，你当初是怎么想的呀？啊！我拿铁链子拽都拽不回你，我真他妈想抽你！当年他一走了之，说扔就扔。哦，现在回来想当爸爸，又一句话，他想什么呢？他想当这孩子的爹，也得问问玲子愿意不愿意。不同意呀！可是他不同意，我也是孩子亲爹吧？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要去广州吗？玲子她压根就瞧不起我，他瞧不起你，他跟你……哎，你不懂。我一个人背井离乡，我把尊严、地位，我把这条命我都搭理边了，为了什么呀？我就想搏个成功回来，让玲子高看我一眼，让玲子能说一句：“马小健不是个废物。”我现在我废物都不如了。知错必改，善莫大焉。尤校长，这个事情不解决，那最终的受害人是谁呢？是您的外孙女儿。老马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一个没爹的孩子，从降生到成长，他得遭多少白眼，受多大的委屈呀！我给你举个例子，
我们团有你打住吧。其实我现在就听到了一些对苦瓜声誉不好的闲话。这些个闲话，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爹。孩子是我的，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这单边里啊，你就说到美国也说不通。人家马小健现在痛改前非，决定用自己的行为弥补自己的过失，重新当孩子的爸爸，这不为过吧？他就不配做孩子的父亲。事已至此，我们得想一个最佳的方案来解决问题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得为孩子的将来着想啊！我就不信了，孩子没有父亲，他就活不下去啊！能活，肯定能活，并且活得非常好。但问题是，他得遭受多少白眼和委屈啊？凭什么？就凭你这个当妈的所谓的自尊心，你也太自私了吧？谁自私了？我不是没有给过他机会，那是他自己不珍惜。俗话说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马小健就决定痛改前非，悔过了，这是一种进步。我们得看到他的进步，对这种人咱不能排斥啊。那你告诉我，他这次回来是为了我，还是为了孩子？你们母女俩是密不可分，你说为了谁呀？知错必改，善莫大焉，总得给他个机会。再说呀，他也不是十恶不赦的恶人呀，他就不是个好东西。我想起那一阵子对我们家邻居死皮赖脸的样子，那心里就犯膈应。给他机会，就是作孽。合着一下午我都跟你白说了，你就不能把这事情想得全面一些吗？这件事关键问题在哪儿？在咱们小苦瓜身上。咱们一切努力不是都为下一代着想吗？要不然苦瓜这一辈子名不正言不顺。再说你单身带着孩子，也不是个常事儿。林子这个人呢，说实话啊，刀子嘴豆腐心，他会考虑的。都怪我，都怪我！你说我当时我怎么就那么混呢？我现在我这心里是一点底儿都没有啊！我有没有底啊？一会儿就知道了啊！人家正在开家庭会议呢。还得等啊。说实话，咱们真是为了苦瓜，做点牺牲也值得。林子，这就是妈的心里话。你们这是逼我表态啊，容我考虑考虑吧。考虑是对的，但是也不能考虑时间太长了。可是我总得问问马小健，把他的态度搞清楚了才行啊。你把马小健的事情彻底解决了，咱们的日子就得过得顺顺当当。哎呀，这些年来呀，这是咱们第一次达成一致的家庭会议。就这么着吧，你见见马小健，碰一碰。那咱们走呗。啊。等一下，我马上下来。林子，马小健那小子没憋什么坏吧？就算人家是坏人，还不允许人家从良了。从良？不善。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江山好改，秉性难移。我把话都给他说绝了，他怎么还舔着脸来求我呀？那说明人家下定决心痛改前非啊，这好事儿啊！哎，别把人想那么坏啊！我没有，我刚还在想，他那会儿对我还真好。这就对了，你就得从善处替别人着想。那你说，他对我那么好，那他现在同样也可以对别的女孩那么好呀。我就想知道他现在
在广州有没有女朋友啊？这事简单，见面问一下就得了。要不你事先递个话，他如果真有女朋友的话，那我跟他就别见面了，省得到时候大家难堪。你说呢？成，这事包我身上，我这就帮你去问。哎呀，真好。等我消息啊。哎。妈，你没事早点睡吧，甭跟我这儿耗着。我不困。再见，阿姨。哎，来，坐。亮怎么样？玲子那边有消息没有啊？当然有消息，没消息人让我过来找你啊。你快说呀，到底。哎，我还不想听呢。快睡觉了吧？睡几点了？你还不睡觉？快睡觉。怎么样？我问你个事儿啊，你得如实回答。啊，你说吧。你在广州那边有没有女朋友？还不是就这事儿啊？不是，这很重要，你必须如实回答，有还是没有？没有。真没有？真没有。成。喂，是月红吗？我是小健的妈妈呀。哦，阿姨，什么事儿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小健的老毛病可能又犯了。哦，那我马上过去。真的？好，那你抓紧啊！哎，我先挂了啊！哎，好的。真的没有？我觉得像真的，最起码那态度是真诚的。我怎么就不相信他呢？哟，行了，姑奶奶，你还想叫人家怎么说呀？哎，行吧，你呀，去跟他说，今天下午大红墙老地方见。好嘞，我这就去告诉他。出现在你和另外一个女人约会的地方。不是，嗨，你看你来怎么也不事先打个招呼？你走，家说话走。急啥呀急啊？你就是想跟老情人破镜重圆的告诉我们一声吗？啊？你说你带了公司的几百万，你来见你的老情人，你马小健也太不地道了吧？说清楚啊，我可没动公司一分钱啊！这我跟谁约会那是我自己的自由，跟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是，你是跟公司没关系，可是跟我杨月红有关系呀！啊！别这样，你这月红，咱凡事好商量啊。但是有些事儿呢，你不太了解。这么着，咱们回家说去，好吧？要不找个地方，我跟你好好说。别呀，就这儿说吧，说。行，我就在这儿跟你说啊。原先我也不知道，回来以后才发现这玲子，就是我原来那女朋友，不是生了一孩子吗？那孩子是我的。你说我现在知道了，我能不管吗？对不对？不能啊。我能不负责任吗？不能啊。那么不负责任的男人，你会喜欢吗？不喜欢。对呀，所以你看。但是马小健，我告诉你，我的肚子里也怀了你的孩子。
别逗了，不可能啊！哟，不，这是医院给出的化验单。这就有吗？啊？不，这怎么看着这就是我的呀？这个。小杰，我之所以来北京找你吧，是我心里还忘不了你。如果你不想放弃眼前的一切，只要你心里还有我，你就马上跟我回广东吧。哎，月红，你不可能啊！这个，你说咱们俩每次不……什么不可能啊？你是不是个男人啊？你出事儿你就不敢担当了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吧，你现在面前有2个女人，一个是尤玲，你以前的旧情人。只要你愿意跟她在一起，你一句话，你把账退回公司，从此以后，你们俩可以在这白头到老。另外一个是我。我肚子里面有你的孩子，我不会有任何怨言。哟，这是正常。咱先找个地儿待下来，什么事咱慢慢商量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在等那个女人。不是，咱这么着。我守在这儿，我也是为了等她。我得等到那个女人，我要好好跟她谈谈。没什么好谈的。玲子，哎，玲子，不是那个，咱回去说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我跟这个男人曾经很相爱，我现在看见他浑身起鸡皮疙瘩。你呀，赶紧把他带回广东吧。玲子，回去我跟你慢慢说好不好？我给你解释这有什么好说的呀？昨天我让涂阳问你有没有女朋友，你再次欺骗了我。马小健，我告诉你，我永远都不会相信你了。你看你这又跟审判官似的。你得听我把话说完，要不没法教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不就是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吗？还跟我对话？你说谁小白脸了？你谁呀？我是杨月红，广东南来的风的。风什么风啊？我告诉你们，我的孩子跟你们毫无关系。玲子。不是玲子，哎，回来！哎呀，你这玲子！哎呀！马小健，我原来还以为啊，你们会爱得死去活来，可人家根本就不理你啊！你说你还有什么可留恋的？赶紧收拾东西，跟我回广东吧。不回。人家都不要你了，你还不死心啊？他这么说你的男人，侮辱你的男人，你心里舒坦是吧？怎么，这会儿你又成我男人了？哎呀，哎呀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他这么说我男人，我当然不舒服了。你要也不舒服，你就得答应让我留下来，让我在这儿干出一番事业来，让他看看。看什么？你让他看看，我不是个吃软饭的，我是个真男人。你还真跟他计较这些啊？我当然得计较了，我能不计较吗？我，月红，你要是真爱我、理解我，你就答应让我留下来干出一番事业来。如果你不理解我、不爱我，你现在马上就走，我也豁出去了，我就在北京白手起家，从头再来，我还是不信了我。哎呀！行，随你。搞变爷爷。哎呀，搞妹呀！事情都过去了，还犯你们的愁啊！我就受不了玲子对我那态度。原来就瞧不起我，现在还瞧不起我，她就没有瞧得起过我。你都是大风大浪里过了一道的人，还把那点自尊当回事儿？当然得当回事儿了。我自己个儿不把我自己个儿这脸当脸，谁还把我当人啊？
我这以后还怎么干什么大事啊？我。哎呀，有理儿不就开了个饭馆，挣点小钱吗？咱只要高兴啊，分分钟开一个，跟他动什么气儿啊？真是。咱们开个饭馆。对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啊？咱们也开一饭馆，把那个干掉，好好出这口恶气。哎呀，你还说风就是雨了，开你的服装公司吧，跟他动什么气呀？哎，小心杨老板知道了跟你急啊！这真不是斗气，哎，这是争气。这饭馆我开定了。小城故事多，充满喜和。若是你到小城来，收获特别多。看似一幅画，听像一首歌，人生境界真善美，这里包括谈的谈，说的说，小城故事真不错，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客。谈的谈，说的说，小城故事真不错，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客，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客。